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如果你有来过台湾，也在台湾有坐过任何一种大众交通工具，应该都有看过博爱座这三个字吧？就算真的看不懂，其实像是捷运也有贴上图片，暗示你这个座位是特别的，要给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坐。那其实博爱这两个字就类似对每个人都要有爱心、有体谅的心这种意思，所以就可以猜到博爱座的意思了吧？而最近博爱座又成为台湾人讨论的一项议题哦，因为在6月18日的时候，台北的捷运又发生了因为博爱座而起的一场争执。有一名老先生，他要求坐在博爱座的年轻男子让出座位，但那位男子说因为自己拉肚子也不太舒服，就没有让出座位。没想到却让这位老先生当场生气，不仅大骂对方，甚至还出手打了对方哦。而这件事因为网友在捷运上录起来，上传到社群，新闻也有报道，让这个博爱座的议题再次起了争议。其实台湾因为博爱座没有让位而造成的纷争，已经发生很多次了。无论是公车、捷运还是火车，都有类似的事件。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老人、小孩或是有需要的人想要坐博爱座，经常是旁边的人看不惯，所以要求坐在博爱座上面的人把位子让出来，而发生争执。也因为如此，大家就开始讨论，究竟博爱座该不该存在呢？还是有更好的做法呢？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博爱座并不是限定只给某些特定状况的人坐。虽然以政府在捷运上标示的中文是“请优先让给老人、孕妇、行动不便及抱小孩的乘客”，也有看过都没有写字，只有图片的，但也是针对上述这几个状况的人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真正需要坐下的人绝对不止这些人嘛。每个人每天身体的状况不同，以最常见每个月都会碰到生理期的女性来说，常常可能感到肚子痛或是虚弱，这时候也会希望能坐下。或是像这次新闻里面那位男性表示自己是拉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想要坐下，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总觉得博爱座的指示和图片有一点太过严格，让许多人即使很不舒服，也不敢坐博爱座。所以在交通工具上，常常会看到明明没有其他人了，博爱座还是空着，许多人站着也不敢去坐，或是大家坐在博爱座上感到很不安，随时都在注意有没有需要让位等等的情况。也因此，博爱座似乎成为了大家坐车的一种压力，而且使用上也不是这么友善，让博爱座一直成为台湾人很困扰的一个问题。那么目前在讨论的过程中，大家通常都是主张什么呢？其实目前希望可以把博爱座废除的人是比较多了一点，也有许多人参考日本、欧美或是各国对于博爱座的状况，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因为有文化的支撑，大家会默默的遵守某一个规则，例如说全部的人都不让位，或是只让给小朋友，不会让给老人等等。很多国家似乎不认为博爱座是一个限制，反而自成一种文化。但是以目前的台湾而言，似乎很难做到，毕竟每个人对于规则的认知有太大的差异了。如果政府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建议或是解决方式的话，这样的纷争可能只会继续下去。所以目前大家都还是期盼政府能想出一个方法，让博爱座这个文化不要成为搏斗座，可以真的发挥它的用途。那以我自己的经验呢，当我看到博爱座如果是空的，我又还有很长的时间才会到达目的地，我是会选择坐上去的。但是如果只有几站就到了的话，我就会站着。另外，当我要让座的时候，我都会默默的站起来离开，不会刻意跟对方说“请坐”。
因为看过很多人让位之后，对方却说不用了，导致有一些尴尬。我认为起来离开什么都不说，对方应该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坐下去，所以就没有刻意的和对方说。另外一个好处是啊，如果有其他人也想要坐下，也可以主动去做。不过我也是真的有遇过有人会一定要让位，而且是让给离自己很远的老人或是小孩，指着他们说请他们过来坐。这在很拥挤的车厢上就会造成一些混乱。总之，以我的经验来说，真的觉得不爱坐的制度是需要被改善的，也希望大家能有共识，让坐车不要有额外的这些压力。那么听完以上，你有觉得这样的不爱坐文化是好的吗？你们国家的不爱坐制度是如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让我知道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